功夫女足根本不是什么体育竞技片儿，甚至连周星驰的新作都算不上，你信吗？在网上大家都在讨论这电影球踢得好不好，特效炸不炸，甚至还有人吐槽星爷廉颇老矣，只会玩弄情怀。我听完只觉得好笑，这就像是去听《道德经》，你非要问老子这书能不能用来下饭一样。功夫女足真正想表达的99%的人根本没看懂，它不是足球，也不是功夫，它是一场跨越25年的回忆杀大阵。这电影里每一帧画面都是星爷给咱们设下的迷魂阵，一句看似无脑的台词，其实勾连着你25年前的青春。一个不起眼的群演，可能是星爷20年前欠下的人情债。古人云：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星爷现在玩的就是这种无形的艺术。今天咱不聊剧情，只聊那12个藏在电影褶皱里能让你起鸡皮疙瘩的隐藏彩蛋。坐稳了，当我们把这12个彩蛋挖出来，当你看懂那最后空着的一张座位时，如果你的眼眶还是干的，算我输。很多老粉说这就是少林足球的续集，其实不是，它是他的灵魂回响。我是白饭大招，欢迎来到老子。很多人以为少林足球的故事在25年前就已经落幕，但周星驰用功夫女足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热爱从来没有结局，只会代代相传。整部影片的第一层内核就是一场横跨25年的圆梦闭环。3个核心彩蛋，句句藏初心，真是情怀。彩蛋1，全网最被低估的台词要爆了。25年前的少林足球，全网记住了爆浆那句封神台词：我这一刻要爆了。彼时的爆浆是市井里最普通的小人物，没天赋，没资源，没人看好，却怀揣着滚烫的音乐梦想。他口中的爆是压抑已久的理想突围，是不甘平庸想要冲破世俗枷锁的热血冲动，是平凡人对梦想最纯粹最热烈的一次呐喊。25年后这句话原封不动出现在功夫女足里，却换了一层最温柔最通透的含义。峨眉队输掉比赛，全网调整战术，候补队员悉数登场，双双坐在替补席上，轻声感叹场上的球员要爆了。这儿的爆早已跟输赢无关。古人云：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星爷一辈子的电影内核从来不是成王败寇，赢者通吃。替补席的学野早已说破真谛，我踢球只是为了踢球，不是为了赢球。25年前爆浆的爆发是想要证明自己，25年后女足队员的爆发是纯粹享受热爱。这就是周星驰最顶级的成长表达。年少逐名，年长诛心。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为输赢，只为初心不负。平凡人的滚烫从来不需要奖杯加冕。彩蛋2，飞天足球，一句玩笑，半生圆满。看过少林足球的人都记得吴孟达饰演的黄金右脚那句经典吐槽：你踢球踢那么高，万一打下来飞机，你赔得起吗？当年这句只是无厘头的搞笑调侃，是为了烘托武师兄脚力惊人的喜剧桥段，所有人都当只是玩笑。可25年后呢，周星驰把这句玩笑硬生生拍成了现实。功夫女足里一记绝世劲射，足球直冲云霄，与民航飞机并肩腾空，画面震撼全网。这哪里是简单的致敬，这是一场跨越25年的隔空回应与深情缅怀。当年逗笑我们的达叔早已离场，当年天马行空的玩笑，如今终成荧幕实景。周星驰用这一幕告诉现有观众，曾经吹过的牛，做过的梦，只要坚持热爱，终有一天会落地生根。更细腻的是，影片还暗藏细节，邀请吴孟达小儿子吴伟伦客串片中裁判，以最温柔的方式延续着2代人的荧幕羁绊，让少林足球的温情从未断联。彩蛋3，玉面双飞龙加片尾破鞋与空座，全片最大泪点。很多人没发现2位女主的名字藏着最细的宿命闭环。少林足球里张柏芝、莫文蔚客串的玉面双飞龙是无数人的童年经典，而功夫女足的2位女主双双玉龙谐音对仗，人设呼应，位置契合，完美复刻玉面双飞龙的组合设定。更巧的是，双飞龙的7号、11号球衣恰好对应影片上映日期7月11号，这是星爷送给老粉专属的跨越25年的浪漫彩蛋。而全片最扎心、最让人破防的是片尾的终极画面。片尾彩蛋中，周星驰以经典背影造型亮相，脚上那双标志性的破鞋一出场，
瞬间拉满回忆杀。这一双破鞋早已不是一双普通的道具，它是周星驰电影宇宙的图腾，是所有小人物平凡、倔强、不甘平庸的象征，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缩影。更虐心的是观众席的细节，场上3人落座，唯独中间空出一个位置，全网都懂了，这个位置永远留给了吴孟达。25年光阴流转，少林犹在，黄金右脚缺席，世间最遗憾的圆满，大抵就是戏已圆满，故人难再归。彩蛋4演员的自我修养，以魔法打败魔法的高级讽刺。喜剧之王里一本破旧的演员的自我修养，是倚天仇身处泥泞，群控潦倒却依然坚守艺术初心的精神支柱，是底层小人物对抗平庸、坚守热爱的唯一信仰。而在功夫女足里，这本书再次登场，却被赋予了全新的讽刺与通透。面对梨花队擅长假摔、演哭戏、靠舆论跟规则漏洞投机取巧的卑劣打法，峨眉队没有硬碰蛮力，而是选择以魔法打败魔法。画面一闪，有人身着倚天仇同款造型，手持这本经典书籍授课教学。这一幕堪称全片最精妙的隐喻。真正的修养从来不是流于表面的演技，而是坚守本心的底线。投机者靠表演牟利，坚守者靠变通手心，一正一反，道尽人间处世真谛。彩蛋5经典台词我怎么养你，从浪漫到现实的自嘲。当年喜剧之王里，渣男前任逼迫柳飘飘挣钱，一句不给我钱我怎么养你，衬托出倚天仇我养你的纯粹与浪漫，成为影史最动人的告白。25年后这句台词原样复刻，语境却彻底翻转，满是成年人的无奈与自嘲。功夫女足中女主遭遇渣男家暴，被 PUA， 渣男脱口而出的依旧是这句熟悉的台词。曾经的浪漫告白底色，如今沦为世俗算计的借口。周星驰用一句跨时空台词，完成了最扎心的成长注解。年少时我们向往最纯粹的爱意，成年后才看透世俗的功利不堪。理想很纯粹，现实很骨感，这是所有普通人长大的必经之路。彩蛋6御用配音冯冕恒，星爷宇宙的时代见证者。很多人只觉得这个渣男眼熟，却不知道他是周星驰电影宇宙的隐藏元老冯冕恒。他是喜剧之王里压榨柳飘飘的势力前任，是功夫里刻板迂腐的四眼文员，是少林足球里功利冷漠的球队领队。身为周星驰公司的编剧，当年因为片酬变故临时客串，意外成为星爷电影的御用黄金配角。20余年，他穿梭在星爷的荧幕世界里，演变世俗的势力、功利、刻薄。如今再度出镜，不仅是情怀联动，更是一场深刻对照。世间的功利者岁岁不变，可坚守热爱的普通人永远在逆风前行。彩蛋7棒棒糖贯穿20年的初心符号。看过功夫的人都记得，那根棒棒糖是全网最温柔的意象，是阿星灰暗童年里的唯一彩色亮光，是乱世世俗里未被污染的纯真，是男女主之间最纯粹的情感羁绊，是唤醒良知与善意的终极信物。时隔多年，这根棒棒糖再次出现在功夫女足中，幼时的徐峰崩溃大哭，双双递出一根棒棒糖，温柔治愈了他的委屈。这一幕早已超越情爱，成为初心的传承。年少时棒棒糖代表懵懂的爱意，成年后它代表永不妥协的童心。哪怕身处复杂的成人世界，历经算计、挫败、不公，依然刻意保留一份柔软与纯粹。这就是星爷留给观众最温柔的治愈。彩蛋8肿脸造型，丑的是皮囊，美的是本心。熟悉星爷无厘头风格的观众都懂，肿脸丑化是他标志性的喜剧手法，更是一种独特的人文解构。唐伯虎点秋香里，秋香被打成猪头，再用还我票票拳复原，极致的反差笑点背后，是皮囊皆虚妄，本心最珍贵的内核。功夫女足完美复刻这一经典桥段，双双误会徐峰叛变，狠狠2巴掌将他打成肿脸猪头。看似滑稽搞笑的画面，实则藏着深刻的隐喻。徐峰的狼狈丑态是刻意为之的苦肉计，只为让峨眉队在挫败中成长，在困境中觉醒。外在的狼狈丑陋，恰恰衬托出内心的隐忍、善良与格局。正所谓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。世俗眼光的狼狈不堪，从来不是真正的不堪。坚守本心，从甘愿牺牲的赤诚，才是最珍贵的底色。彩蛋9刮腿毛名场面，无厘头里藏着人生松弛感。港片经典无厘头喜剧的精髓，
就是用极致的反差制造笑点，解构严肃，治愈焦虑。功夫女足里刮腿毛名场面，完美延续这一风格。徐峰误会双双的心意，把厨师给猪腿剃毛的流程一丝不苟用在自己身上，全程认真又滑稽，喜剧效果拉满。看似无脑搞笑的桥段，实则暗藏星爷的人生智慧。人生不必时刻紧绷，不必事事较真，偶尔笨拙，偶尔荒唐，松弛自在，随心而行，才是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。幽默从来都是治愈生活苦难的最好解药。看懂前9个彩蛋，你看懂了情怀；看懂最后3个彩蛋，你才算真正看懂周星驰。这3层终极伏笔，跳出了喜剧套路，跳出了情怀致敬，藏着星爷毕生的武道哲学、处世智慧与文化格局，也是整部电影最顶级的立意升华。彩蛋10，教父造型结构，以柔克刚的东方智慧。教父的经典美学是黑西装配红玫瑰，藏着冷酷狠厉的掌控力，是西方强权美学的极致表达。而周星驰在功夫女足里完成了一场顶级的东方解构。徐峰一身同款黑西装，却将代表冷酷强权的红玫瑰换成了温润平凡的梳子。这一换直接换透了中西文化的核心差异，也道尽了东方武学的至高境界。西方崇尚强权制胜，东方讲究以柔克刚。一把梳子修的是仪容，稳的是心境，藏的是温润而有力量的东方格局。无需张扬凌厉，无需强势碾压，静水流深，厚积薄发，方能行稳致远。这正是道德经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的绝佳诠释。彩蛋11，李小龙 Be Water， 整部电影的精神内核。整部功夫女足真正的武学内核、成长内核，全部源自李小龙的经典哲学 Be Water，My Friend。用中国话说，便是上善若水，随方就圆，无拘无束，自在随心。队长双双的整个人生成长线，完美印证了这句话。前期的他紧绷执拗，好胜心极强，执着于输赢，困于执念。后期的他接纳失败，包容队友，以柔克刚，懂得变通，懂得沉淀，懂得顺势而为。水看似至柔，却能穿石；看似无状，却能容纳万物。这也是周星驰一辈子的小人物哲学。命运如巨石碾压而来，不必硬碰硬，不必死纠结。做顽石只会两败俱伤；做流水方能绕势而行，生生不息。看似退让，实则从未输过；看似柔软，实则最为坚硬。正所谓空即是最大的有，柔即是最强的刚。彩蛋12，梨花队隐喻规则之外的本心坚守。这是全网最容易被忽略却最极具现实意义的终极彩蛋。梨花队全程不靠硬实力取胜，擅长假摔演戏，舆论施压，利用规则漏洞暗中投机使绊，靠着模仿、抄袭、复刻抢占先机，消耗对手，薄利取好。这一幕看似是赛场博弈，实则是现实世界精准隐喻。真正的较量从来不止实力对决，更有格局、底线与本心的比拼。投机取巧或许能赢一时，坚守本心方能立足长久。而峨眉队的应对恰好诠释了东方处世之道：先守理，再蓄力，后破局。不与小人争长短，不与投机论输赢，以实力破算计，以本心破虚妄。这便是最顶级的立身之道。看完这12重彩蛋，相信所有人都会恍然大悟。周星驰拍了一辈子电影，从来不是拍传奇、拍英雄、拍逆袭，他从头到尾都在拍平凡的小人物。少林足球里，小人物踢球逐梦；功夫里，小人物坚守善良；喜剧之王里，小人物执着热爱；长江7号里，小人物负重生活。到了功夫女足，小人物依然在泥泞里奔赴热爱，向阳生长。他的电影从来没有天降奇迹的主角，没有龙傲天，只有不肯认输的普通人。25年前，我们看周星驰笑得肆无忌惮，痴迷于无厘头的搞笑、天马行空的剧情。25年后，我们再看周星驰，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。年少无知，只看懂笑点，历经世事才看懂辛酸与温柔。小时候我们以为电影的主角是至尊宝，是阿星，是尹天仇，是少林武师兄。长大之后才猛然醒悟，真正的主角从来都是荧幕前那个为生活奔波、被现实打磨、偶尔疲惫、偶尔迷茫，却始终不愿意放弃初心与热爱的自己。这就是整部电影藏得最深、最动人、
全网无人提及的第13个终极彩蛋。它没有藏在台词里，没有藏在镜头里，没有藏在道具里，它藏在每一个热爱生活、坚守初心、历经风雨依然赤诚滚烫的普通人心里。武力可得一时胜负，文脉方立万世风骨。输赢只是人生一瞬，热爱与坚守才是贯穿一生的底气。愿我们所有人历尽千帆，仍如流水般通透柔软，如少年般赤诚热烈，不负热爱，不负自己。我是白饭大招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